桂林，这座因山水甲天下而闻名的城市，不仅是自然与文化完美融合的典范，更是无数游客心中的理想旅行目的地。从清澈见底的漓江到古色古香的阳朔西街，从层层叠叠的龙脊梯田到梦幻如画的世外桃源，每一处景点都彰显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与历史文化的厚重积淀。在这里，无论是静静徜徉于山水之间，还是融入地方民俗文化，桂林都能带给人们独特的感官与心灵享受。今天，我们将带您领略桂林的10大经典景点，一同感受这片山水之地的无穷魅力。这里是爱旅游频道，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如果您有想看的内容，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今天爱旅游为您盘点桂林必去的10大景点，让您在规划旅行时有更明确的方向。阳朔西街。阳朔西街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阳朔县中心，是一条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古老街道，全长约800米，宽约8米。街道两旁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建筑风格，古色古香，充满地方特色。西街东起滨江路，西至蟠桃路，中间与县前街、城中路交汇，略呈东西走向。西街的历史可追溯至隋朝开皇10年，公元590年。当时阳朔县城已有一条长约200米、宽约5米的街道，街上仅有几家经营日用品的店铺，居民大多为农民。1674年，西街正式形成，因位于县城西侧而得名。元代至正年间，阳朔县城筑成石头城墙，西街成为县城繁华的商业中心，4大商家各据十字路口一角，经营日杂、南货土产等商品。抗战胜利后，十字街商业中心逐步走向衰落。新中国成立后，西街一度更名为东风路，直至1982年恢复旧名。20世纪70年代初，阳朔对外开放，西街吸引了大量西方游客，他们对当地古朴典雅的民居、传统文化和民风民俗表现出浓厚兴趣。此后，每年有数十万境外游客前来观光休闲，西街逐渐成为中西文化交融的洋人街，被誉为地球村。西街的建筑多为清代遗留的低矮砖瓦房，白粉墙红窗，透着岭南建筑的古朴典雅。街道用本地产的槟榔纹大理石铺成，暗清油亮，呈弯曲的 S 型。1984年，西街经过初步改造，建成古朴典雅的旅游文化街。1999年至2004年，阳朔县对西街进行了保护性整治，使整条街道建筑凸显出小青瓦、坡屋顶、马头墙、木门窗、吊阳台式的桂北民居特色，与桂花街组成并行的步行街颇具特色。西街是中西文化在阳朔最早的接触合融合地。1917年左右，基督教传入阳朔，由李少庚夫妇主持传教，地点在西街东段一带。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南京中央研究院部分机构南迁至阳朔，入驻西街尽头体育场后的中山纪念堂，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同时，国民政府军官外语补习班也迁至阳朔，为国民政府培训驻外武官和军事代表及翻译人员。著名科学家李四光、竺可桢等曾到外语班做演讲和授课。此外，驻桂林的美英盟军人员也经常到阳朔，西街成为多国人员的集散地。当时，阳朔县城人口由2500多人猛增至1万多人，这是西街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西街还是孙中山先生演讲的地方，艺术大师徐悲鸿也曾居于此。解放前，何香凝、柳亚子、郭沫若、茅盾等一大批革命者及文化名人都到过阳朔，艺术大师张大千、齐白石、黄宾虹等也在西街住过，创作了大批山水画。从50年代至今，
约有40多个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到西街参观游览。美国前总统卡特夫妇还曾骑自行车在西街观光。从桂林到阳朔约65公里，可在桂林汽车站乘坐中巴车或豪华直达大巴，每15分钟一趟，车程约1.5小时。到达阳朔站后，南航约200米即可到达西街。阳朔县城内交通便利，主要交通工具为中巴车、机动3轮摩托车等。在阳朔旅游，骑自行车是不错的选择，既环保又能深入乡村欣赏美景。阳朔西街平均气温25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全年都适合度假。4月至7月为雨季，出行时需注意天气变化。总之，阳朔西街以其悠久的历史、独特的建筑风格和浓厚的中西文化交融氛围，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观光体验。2. 玉龙河。玉龙河位于广西桂林阳朔县境内，是漓江在阳朔境内最长的一条支流，全长约43.5公里，流域面积158.47平方公里。河流蜿蜒穿过金宝、葡萄、白沙、阳朔、高田等5个乡镇，流经20多个村庄，被誉为小漓江，其自然风光甚至超越漓江。尤其是从玉龙桥到工农桥的15.36公里水程，河宽38至61米，水深0.5至2米，常年水质清澈，水流平缓，沿途分布着28道堰坝，景点100余处。整个玉龙河景区没有任何现代化建筑，没有人工雕琢的痕迹，保持着原始、自然、古朴、纯净的风貌，是桂林地区最大的纯自然山水园地。如果将漓江比作大家闺秀，那么玉龙河则是令人怦然心动的小家碧玉。沿着玉龙河，两岸山峰清秀旖旎，连绵起伏，形态各异。江岸绿草如茵，翠竹葱郁，树木繁茂。河水如同绿色的翡翠，清澈透亮，鱼儿悠游，竹筏轻荡，景象尽收眼底。微风拂过水面，泛起阵阵涟漪，如同小提琴奏出的音符，静谧而悠扬。国内外专家一致认为，玉龙河是世界上一流的人类共有的自然遗产。两岸田园风光如诗如画，天平绿洲、情侣相拥、平湖倒影、下塘胜境、双流古渡、梦幻河谷等景点，让人仿佛置身于天人合一的诗意境界，返璞归真的自由天地。玉龙河古时称为安乐水，因中游有著名的玉龙桥，后改今名。河流发源于临桂区白年岭，流经阳朔县的金宝乡、葡萄镇、白沙镇、新阳朔镇和高田乡，最后与金宝河在清鄂渡汇合，流入下游的田家河。河道全长43.5公里，基于面积158平方公里，其中阳朔境内12平方公里，河宽38至61米，水深0.5至0.9米，流速0.6立方米每秒，正常流量约5立方米每秒。河中筑有拦河坝，引水灌田，不能通航。玉龙河素有小漓江之称，特别是玉龙桥以下至与金宝河汇合的河山江口约12公里这一段，群峰叠耸，绿树丛生，田野纵横，村庄错落，可以观赏到玉龙桥、犀牛望月、穿山古寨、归义城遗址、五指山、双流口、骏马凌空等风光胜迹，是阳朔风景的又一佳境。主要游览景点有富里桥、玉龙桥、归义古城遗址、仙桂桥、旧县民居群以及小漓江风光等。富里桥横跨乌龟河，是阳朔县著名的古桥，为料石结构单拱桥。桥全长30米，宽5米，高10米，始建年代已无考。站在玉龙桥上远眺，可见上游的金龙桥、富里桥依次横跨在玉龙河两岸，下游的旧县村一带山峰气势磅礴，如万马奔腾，蔚为壮观。旧县村约建于1400年前，唐武德4年至贞观元年，公元621至627年，曾在此设归义县。
村落民居古色古香，曲径通幽，建筑多为马头墙、青砖黛瓦、破屋面，入口处宽厚而光滑的大理石门楣、门框、门槛和础石具有非凡的气势与质感。民居前还陈设有成对的石刻雕塑，雕刻有祥云、龙凤、狮子和鱼儿等吉祥图案。此外，还有雨门字样的建筑牌坊。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景观专家卡尔博士在徒步考察完玉龙河风景后曾感叹：“这是我在中国看到的最美丽的地方。”玉龙河是一条美丽的河流，素有小漓江之称。若把漓江当作大家闺秀，那么玉龙河就是小家碧玉。除了乘坐大船游漓江，乘坐竹筏游玉龙河也是不虚此行的体验。竹筏游览朝阳码头至工农桥一段河流，是玉龙河精华美景的浓缩。漂流线路为朝阳码头乌龟赛跑、红旗飘飘、水车山庄、青蛙越江、五指峰、骆驼过江、月亮山、巨蜀飞天潘庄、徐悲鸿画居、工农桥、刘三姐古榕壮寨。到桂林不游漓江是一种遗憾，到阳朔不看玉龙河更是可惜。玉龙河以山清水碧、竹翠桥奇、村巧而闻名于世，是桂林山水中不可多得的美景，也是阳朔风光的最好体现。3. 兴平古镇。兴平古镇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阳朔县东北部，距县城约25公里。作为漓江沿岸最美丽的古镇之一，兴平依山傍水，风景秀丽，历史悠久。古镇内保存着众多具有浓厚桂北风情的人文古迹，如古街、古桥、古戏台、古庙等，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观赏。兴平古镇的历史可追溯至三国时期。公元265年，东吴在此设立西平县，治所位于今兴平镇狮子涵村。隋朝开皇10年，公元590年，西平县被废除，改制阳朔县，县治迁至今阳朔镇，兴平遂成为阳朔县所辖。经过1000余年的历史变迁，兴平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集山水风光与人文底蕴于一体的古镇。古镇内的老街长约1000米，从东南延伸至榕树潭、兴平码头。街道两旁保存着众多明清时期的砖瓦建筑，青石板路面光滑平整，仿佛诉说着古镇的悠久历史。漫步在古街上，仿佛置身于历史的长河中，感受着岁月的沧桑。关帝庙是古街上的一大亮点，始建于清乾隆4年，公元1739年，距今已有260多年的历史。庙内的万年戏台是桂北地区较为古老且保存完好的清代戏台，对广西的戏曲史籍严格演变具有重要研究价值。戏台台口两柱上留有20多个演戏时所留下的插眼痕迹，台缘横贯着4幅木雕，人物栩栩如生，手法生动明快，展现了传统戏曲的精髓。兴平古镇不仅有人文古迹，还有秀丽的自然风光。漓江在此绕了一个大弯，形成了独特的景观。两岸群峰连绵，如剑芒排千，奇特怪异，万态千姿。江水清澈见底，倒映着青山翠竹，泛舟江心，仿佛置身于一幅山水画中。九马画山是漓江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山高416米，临江绝壁的山崖上黄、白、黑3色岩组成的图案中隐伏着9匹骏马，是漓江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和著名的游览景点。在当地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民歌：看马郎，看马郎，问你神马有几双？看出7匹重榜眼，能见9匹状元郎。黄布倒影是漓江精华景点之一，江面宽阔，水流平缓，江底的黄布滩石板在阳光的照射下映衬出清晰的倒影，宛如一幅天然的山水画。这里也是1999年版20元人民币背面图案的取景地，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拍照留念。渔村是兴平古镇内一个具有500多年历史的古老村落，青砖碧瓦，小巷纵横，
地面多为青石板路，屋檐上有飞禽走兽的造型，门窗上则刻有木质的窗花，古色古香。1921年，孙中山先生曾到访渔村。1998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也曾到此访问，使这座美丽的自然山村吸引了无数的旅行者。莲花岩是兴平境内一处堪称世界岩溶奇观的溶洞，洞内钟乳石形态各异，色彩斑斓，宛如一朵朵盛开的莲花，令人叹为观止。洞内还有地下河流，水质清澈，泛舟其中，仿佛进入了一个神秘的地下世界。老寨山位于兴平镇上的漓江岸边，海拔300多米，有登山小道直通山顶。在老寨山顶放眼望去，可见漓江在山脚下转了90度的大弯，像罗带似的萦绕着古镇向南流去，是高角度拍摄漓江及兴平的最佳景点之一。兴平古镇的美景不仅吸引了众多游客，也引来了众多文人墨客的赞美。1963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叶剑英元帅在畅游兴平时，曾留家篇“春风离水客舟轻，夹岸奇峰烈送迎”。马越华山人地静，果然家盛在兴平。兴平古镇的交通也十分便利，在阳朔汽车站乘坐前往兴平的班车，约20分钟一班，车费约6元，车程约40分钟。此外，游客还可以选择从漓江洋堤至兴平的漂流方式，上岸后即可到达兴平古镇，沿途欣赏漓江两岸的美丽风光。4. 桂海晴岚。桂海晴岚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航天路22号，是桂林市区一处新兴的旅游胜地，深受游客喜爱。该景区由信昌集团投资开发，按照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国家5A级景区、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3大国家级标准打造，现有山水美学生活馆、帐篷营地、热气球、直升机、水上活动、4季花海、高端民宿等业态，以打造集休闲文旅、田园社区、生态农业、康养圣地为一体的中国山水美学度假胜地。桂海晴岚的名字源于被200多座山峰环抱，群山从桂林延绵至临川海洋乡，称为桂海。晴岚源于桂林老8景之首的桂岭晴岚，雨后初晴，蓝光紫雾，缥缈其间，犹如仙境。景区内拥有连绵起伏的喀斯特地貌群山，一望无际的草坪，以及星罗分布的12个小型湖泊，湖水均为地下活泉水。湖畔是露营基地，春节期间，来自天南海北的数千露营爱好者在此聚集。一抹青山，一缕炊烟，支起烧烤桌，住进风景里，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惬意无比。桂海晴岚现有山水美学生活馆、国际露营基地、热气球、水上运动、全地形越野车等旅游项目，旨在打造一个别具一格的中国山水美学度假胜地。景区内的山水美学生活馆是游客中心，提供门票购买、观光项目预订等服务。2楼设有餐厅，3楼设有观景台，供游客休息和欣赏美景。此外，景区内设有党建人才主题公园，展示党建文化和人才培养成果。桂海晴岚的自然风光令人陶醉，绿油油的大草坪如同高低起伏的波浪线条，远处山峦叠嶂，群峰环抱，构成壮美的自然景色。这种峰丛与峰林相互交织，形成了广西最壮美的喀斯特地貌景观。徒步探索景区内的天然画廊，巍峨的山峰倒映在碧绿的湖水中，如同一幅幅令人叹为观止的山水画。沿着湖畔小路徜徉，时间仿佛静止，只有大自然的声音和微风拂过。桂海晴岚提供多种游玩体验，适合不同年龄段的游客。景区内设有大草坪，适合单位团建等户外拓展活动，设有多种挑战关卡，喜欢运动的游客可以尝试。景区内植物种类丰富，如棕榈树等珍稀热带植物，是拍照打卡的好地方。此外，
景区提供皮划艇等水上项目，游客可以在湖泊中体验悠闲的漂流，感受仿佛置身梦幻世界的奇妙体验。桂海晴岚离桂林市区非常近，车程仅约半小时，特别适合周末自驾游。无论是草坪、湖泊还是清新的空气，都能让久居都市的人们洗涤心灵，感到宁静与满足。这使人们更加珍惜大自然的奇迹和广西的自然美。总的来说，桂海晴岚是一个集自然风光与人文气息于一体的景区。在这里，您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领略到桂林山水的独特魅力。您可以品尝到地道的桂林美食，感受到当地人民的热情好客。您还可以参加各种文化活动，领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无论是休闲度假还是户外探险，桂海晴岚都是一个绝佳的选择。最后，让我们共同期待桂海晴岚的未来发展。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个美丽的景区将会吸引更多游客的目光，成为桂林市的一张崭新名片。让我们共同期待桂海晴岚的辉煌未来，为这座城市的美丽山水增添更多精彩。5日月双塔。桂林日月双塔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心的珊瑚湖畔，是桂林市的文化地标之一。这对双塔以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日塔高41米，共9层，通体采用纯铜装饰，耗用铜材350吨，金碧辉煌。塔内设有电梯，方便游客登顶观光。月塔高35米，共7层，采用琉璃装饰，庄重典雅。两塔之间通过一条10米长的湖底隧道相连，游客可在水下通道中穿行，别有一番趣味。日月双塔融合了儒、释、道3教文化，是中国首个以3教合一为主题的文化公园。塔内陈列有释迦牟尼铜像、药师佛铜像、孔子铜像和老子铜像，展示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此外，塔内还设有竹叶碑、释迦如来足迹碑、画像碑、祖字画碑、千年寿碑等石刻作品，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日月双塔的四周、内墙、门窗等处装饰有五彩缤纷的图案，主要以黄、绿、白、蓝、黑为主色调，反映了桂北地区的文化特色。这些壁画以各种花草植物和少数民族图腾为主题，体现了当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日月双塔的最佳观赏时间是夜晚。每当夜幕降临，双塔的灯光亮起，日塔呈现金黄色，月塔则为银白色，交相辉映，宛如人间仙境。每晚11点，景区的灯光会熄灭，建议游客在此之前前往观赏。游客可乘坐2路、5路、16路、23路、88路、208路、观光公交1号线等公交车，在文明路站下车即可到达景区。此外，景区内还提供游船服务，游客可乘船游览，感受不同角度的美景。日月双塔不仅是观赏桂林城市美景的圣地，也是体验独特游览方式的好去处。游客可通过湖底隧道在水下穿行，乘坐电梯登上日塔顶层，俯瞰桂林市区的美丽风光。这种上天入地、水下穿行的游览方式，定会给您留下难忘的回忆。日月双塔是在唐代佛塔的基础上于2001年重建的。在日月双塔的地宫博物馆中，展出了唐代佛塔出土的佛教文物，其中最珍贵的是12属相皇家秘典，这是佛教密宗千年秘法在国内的首次公开展示。日月双塔被认为是桂林的风水宝地。从大门方向看，双塔组成了一个义字，体现了中国传统风水学中的藏风聚气理念。双塔高耸入云，直指蓝天，塔刹的香轮采天地之灵气，吸日月之光华，时刻加持着双塔所在之地。日月双塔景区内设有茶庄，游客可在此品茗赏景，感受宁静的氛围。
此外，日塔一层设有祈福铜钟，月塔一层设有太极鼓，游客可在此祈福，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桂林日月双塔以其独特的建筑风格、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优美的自然景观，成为桂林市的一大亮点。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双塔都展现出不同的美丽风貌，值得游客细细品味。如果您计划前往桂林旅游，日月双塔无疑是一个不可错过的景点。6. 象鼻山。象山景区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心，占地 11.88 万平方米，是一个集山青、水秀、洞奇、石美于一体的多元化国际精品旅游景区。它不仅以自然风光闻名，更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象山景区的核心景观象鼻山，因其形状酷似大象伸鼻汲水而得名，是桂林市的标志性景点，也被誉为中国符号。1995年，象鼻山被定为桂林的城徽，自此成为中外游客的必游之地。景区内还包含水月洞、普贤塔、云峰寺、舍利塔等多个独特景点，每一处都散发着浓厚的文化气息。象鼻山是象山景区的核心所在。原名骊山的它位于桃花江与漓江的汇流处，因山形酷似一头大象伸鼻饮水而得名。其优美的自然形态和文化寓意，使它成为桂林山水的象征，被誉为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生动写照。站在象鼻山旁，山与水交融，景色如画，令人感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位于象鼻山东端地水月洞，是象山景区内另一处著名景点。这个两面贯穿的圆洞，高12米，宽9.5米，长17米，形如大洞门，洞内江水荡漾，宛如一轮明月浮于水面，因此得名水月洞。洞内保存有22幅唐、宋时期的石刻，其中唐代诗人韩愈的名句将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镌刻其上。水月洞以其洞壁面积最小，却拥有最多唐、宋石刻文字的特点，于2015年获得大世界吉尼斯纪录。普贤塔是象鼻山顶端的一座喇嘛式实心砖塔，始建于明代，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塔高13.6米，远远望去，宛如一柄插在象背上的宝剑，又似一只古雅的宝瓶，为象山增添了一份神秘感。佛教传说中，普贤菩萨的坐骑正是6牙白象，因此普贤塔与象鼻山有着深厚的宗教文化关联。这座塔身北面嵌有一幅青石线刻的菩萨像，雕刻工艺精美，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在象山的云峰寺内，保存着太平天国时期的革命文物。这座寺庙最早建于唐代，后经多次修葺，于清光绪年间重建。如今的云峰寺内设有历史文物陈列室，对公众开放，是了解太平天国历史的重要场所。此外，云峰寺后的崖壁上还有一龛明代的宋字观音像，这是桂林唯一一处彩色摩崖造像。观音像姿态慈祥，身着华服，双手抱一小孩，雕刻工艺十分精致。象山景区内的舍利塔位于象鼻山西南约500米处，是桂林古开元寺的遗存之一。这座塔建于唐显庆4年659年，原为7级砖塔，高达30多米，用于保存寺庙高僧焚化后的舍利子。现存的舍利塔为明代重建，塔高13.2米，外观朴素庄严，是佛教文化的重要象征。舍利塔的南门门额上刻有舍利宝塔4字，周围雕刻有8大金刚的名字，展现了丰富的宗教艺术价值。象山腹部的藏九岩洞是一处具有数百年历史的独特景点。这个面积近3000平方米的岩洞，可以储藏1000缸，约2000吨的桂林三花酒。洞内恒温约20摄氏度，湿度保持在80%至100%，是天然的酒窖环境。这里的藏酒多为20年以上的陈年佳酿，
部分酒甚至已有50年以上的历史，吸引了众多酒文化爱好者前来参观。在象山公园内，还有一处被称为爱情岛的小岛，因常有情侣在此约会而得名。岛上风景如画，游客可远眺象鼻山、川山和塔山构成的三山景色，是拍照留念的好去处。此外，景区还精心打造了三花酒窖、摩崖石刻等富有文化韵味的景点，为游客带来多样化的游览体验。象山景区自1986年成立以来，凭借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了无数国内外游客。2003年，象山景区被列为世界旅游组织推荐游览景区。2005年，被中国国家地理评选为中国最美5大枫林之首的大自然奇迹。2017年，象山景区更是被评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这些荣誉无疑证明了象山景区在旅游界的重要地位。象山景区还定期举办丰富的文化活动。2013年推出的象山传奇表演，以象鼻山为背景，通过声、光、电等高科技手段，再现了桂林的历史与传说。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象山景区时，称赞其为中华民族的宝地，并强调要保护好这片大自然的瑰宝。象山景区的门票价格为每人60元，旺季开放时间为6点30分至19点，淡季为7点至18点30分。游客可乘坐2、16、23路公交车前往，交通便利。无论是白天游览象鼻山的壮丽景色，还是夜晚欣赏灯光映衬下的迷人风光，象山景区都能带给人们无与伦比的感官享受。象山景区以其丰富的自然与文化资源，成为桂林旅游不可错过的亮点。从象鼻山的雄伟壮丽到水月洞的清幽雅致，再到普贤塔的历史厚重，每一处景点都值得细细品味。漫步在象山的山水之间，感受大自然与人文的完美结合，是一场令人难忘的旅行体验。7、十里画廊。阳朔十里画廊位于广西阳朔县月亮山附近，以其绵延数里的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而闻名，是阳朔自助旅游的必游之地。十里画廊贯穿月亮山旅游风景区，沿途峰峦叠嶂，田园秀色，众多奇峰异景如海豚出水、火焰山、龙角山等分布其中。游客既可以骑自行车漫游，也可以乘竹排漂流，欣赏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条画廊不仅仅是一条观光线路，更承载了丰富的文化故事和独特的生态体验。此外，龙角山以2座笔直耸立的山峰闻名，形似龙角，象征着风水宝地的真龙口。而孔雀迎宾则是一座玲珑低矮的山峰，其前方的山形如孔雀展开的雨屏，热情地迎接远道而来的游客。这些奇峰异石在阳光下展现出斑斓色彩，与周围的田园风光相得益彰，形成了一个个如画般的美景。十里画廊不仅有丰富的自然景观，还有众多独具特色的人文景点。位于画廊中部的蝴蝶泉观赏园，是一个蝴蝶与生态相结合的乐园。园内设置了蝴蝶保育区、科教展示、工艺品展示等，还可通过索道俯瞰全园，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蝴蝶飞舞如天女散花般的景象令人目不暇接，成为游客与家人共享欢乐时光的好去处。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景点是抱朴园，它以展示传统农耕文明和农家田园生活为主，将中国乡村文化完美呈现。园内还有修复的知青四合院，为年长游客提供追忆知青岁月的机会，也为年轻一代了解那段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场所。此外，画廊中还有许多以岩壁痕纹而得名的景点，例如秦皇出征和骆驼过江。秦皇出征以悬崖峭壁上的痕迹生动再现了古代战车与士兵的形象，仿佛一幅兵马俑的立体画卷。
而骆驼过江则是河边的一座山，形似骆驼漫步于田园间，悠然自得，令人流连忘返。十里画廊的游览方式多种多样，既可以选择传统的徒步，也可以租借自行车沿卡特风景道慢行。卡特风景道因美国总统卡特的访问而得名，他曾改变行程，骑车漫游十里画廊，为这条自行车道的修建提供了灵感。沿着这条专门设计的观景道，游客可以悠然骑行，欣赏沿途的山水美景，感受人与自然的亲密互动。此外，竹排漂流也是深受游客喜爱的活动。顺流而下，两岸青山与碧水相映成趣，田园风光尽收眼底，宛若置身于一幅动态的水墨画中。沿途经过的每一处景点都为这段旅程增添了更多乐趣。十里画廊中最引人注目的山峰之一便是月亮山，其巨大的拱形山洞形如一轮明月，无论是近观还是远眺，皆令人叹为观止。月亮山还以其独特的地形成为国际攀岩爱好者的圣地，吸引了无数攀岩高手前来挑战。岩壁上的攀岩路线多达10几条，难度不一，为不同水平的攀岩爱好者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月亮山相邻的立村，则是一座拥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村落。这里的田园风光与古建筑群保存完好，村民们结合旅游发展，开设了农家乐与民宿，为游客提供纯正的乡村体验。特别是村后的水佛岩，以其天然泥塘吸引了众多游客体验泥浆浴，既有趣又独特。十里画廊距离阳朔县城非常近，交通便利，游客可以选择租借自行车游览，全程大约需要2小时。此外，景区内还设有多个观景台和休息亭，方便游客停留观赏。门票价格适中，多数景点不需要额外费用，是一次经济实惠的山水之旅。总的来说，阳朔十里画廊以其如诗如画的自然景观和丰富多样的文化内涵，为游客提供了全方位的旅行体验。从卡特风景道的骑行到竹排漂流，从奇峰怪石到田园村落，每一处都充满了发现的乐趣。在这里，时间仿佛慢了下来，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留给人们的不仅是美景，还有深深的感动与回味。8龙脊梯田。龙脊梯田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镇，是中国南方稻作文化的重要象征之一。梯田依山而建，层层叠叠，沿山脊蜿蜒而上，其形态宛如一条巨龙盘旋山间，因此得名龙脊。作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之一，这里不仅展现了传统农业的智慧和魅力，也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景。龙脊梯田分布在越城岭山地，总面积达66平方公里，最高处海拔1180米，最低处380米，垂直落差达800米。这样的地形不仅赋予了梯田极高的视觉冲击力，也造就了这里独特的小气候。山区常年云雾缭绕，大量水汽经过冷凝形成雨水，为梯田提供了充足的灌溉条件。同时，亚热带季风气候下的充沛雨量和日照，使这里的稻作农业得以蓬勃发展。梯田主要分为3个观景区：金坑、大寨红窑梯田观景区、平安壮族梯田观景区以及龙脊古壮寨梯田观景区。每个景区都有其独特的地貌和景观，为游客提供了多样化的视觉盛宴。龙脊梯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3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那时梯田的耕作方式便已初具雏形。到了唐宋时期，梯田得到了大规模的开发，明清时期形成了如今的宏大规模。梯田的命名和布局与壮族和瑶族的农耕文化密不可分，展现了先民因地制宜、化险为夷的智慧。其中，平安梯田因景色宛如一条腾飞的巨龙而得名，著名的7星半月和9龙五虎2大景点更是让人叹为观止。
七星半月由7个山包环绕一片月牙形田地构成，而9龙5虎则描绘了9条山脊和5个山头之间交错盘绕的梯田景观。金坑、大寨、红窑梯田则因粗犷而大气而闻名，这里的梯田层层叠叠，仿佛直达云霄。主要景点包括西山韶岳、大界千层天梯和金佛顶。红瑶族祖先从湖南迁徙至此，并带来了稻作种植的先进技术，使这片梯田成为民族文化与农耕智慧的结晶。龙脊梯田的景色随季节变化展现出不同的风貌。春季，梯田灌满水后如镜面一般，倒映着蓝天白云；夏季，绿色的稻田生机勃勃，成为最具生命力的景观；秋季，成熟的稻谷将梯田染成一片金黄，层层金浪随风摇曳；冬季，稻田收割后，田埂勾勒出简约的线条，有时还会被白雪覆盖，呈现出另一种纯净的美感。这样的四季变换，使得龙脊梯田一年四季都吸引着摄影爱好者和游客慕名而来，每个季节都有其独特的魅力，令人流连忘返。梯田周边的壮族和瑶族村落至今保留着浓厚的民族风情。红瑶村以长发表演而闻名，红瑶女子长发及地，她们的梳发仪式和服饰充满了民族特色。而壮族村落则以其传统吊脚楼建筑和特色美食如糯米饭、竹筒饭而受到游客青睐。除了观赏美景，游客还可以参与瑶族的冲米舞、抢新娘等活动，或者品尝当地的农家菜肴，体验最纯正的田园生活。节庆期间，村寨还会举办长鼓舞和稻庭歌会等活动，让游客深入感受当地的文化底蕴。随着旅游业的兴起，龙脊梯田逐渐成为广西的旅游名片。早在1992年，当地政府便开始推动梯田的旅游开发，并逐步建立起完善的配套设施。然而，在开发的同时，梯田的保护工作也被高度重视。2024年，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梯田保护条例正式颁布，为梯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同时，当地推行上林下田的动态平衡模式，既保持了传统稻作文化的延续，也通过生态旅游带动了经济发展，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龙脊梯田全年开放，门票价格为80元。从桂林市区出发，游客可以乘坐班车或出租车前往。建议在景区内住上一晚，体验日出与日落的壮美景色。徒步游览梯田是了解其全貌的最佳方式，平安梯田和金坑梯田之间的步道更是风景绝佳的线路。对于喜爱拍照的游客，清晨和傍晚的光线是拍摄的最佳时机。而对于喜欢深度体验的游客，可以选择留宿在村寨民宿，感受当地人的热情好客和传统生活。龙脊梯田是一处融自然景观与人文历史于一体的奇观，它不仅是壮族和瑶族农耕文化的结晶，更是一幅由大自然和人类共同绘制的山水画卷。在这里，游客既能欣赏到令人震撼的梯田美景，也能感受到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民族文化。这片神奇的土地无疑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典范，值得每一位向往美好景色与文化深度的游客前来探索。9世外桃源。桂林世外桃源位于广西桂林阳朔县，被誉为人间生活理想境界的缩影，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记》的真实写照。在这个远离尘嚣的地方，青山绿水环绕，田园风光如诗如画，让人仿佛置身于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之中。这里是游客感受自然之美、体验传统文化的绝佳圣地，同时也蕴藏着中国文化中修身养性与隐逸休闲的意境。走进世外桃源，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宁静的燕子湖。湖水清澈如镜，倒映着蓝天白云和远处的群山，宛如少女含情的明眸。湖岸垂柳依依，风吹过时，
轻拂水面，仿佛拨动人心的琴弦。一架巨大的水转筒车缓缓转动，吱呀声中仿佛在诉说岁月的变迁，也吟唱着古老的乡村歌谣。小船漂浮在湖面上，犹如穿梭于绿丝绸之上，游客可尽情欣赏湖光山色。乘舟而行，湖面逐渐变窄，航道通往一处没有灯光的小隘口，正如《桃花源记》中描述的初极狭，才通人。突然，眼前豁然开朗，一片桃花盛开的岛屿映入眼帘。草木茂盛，四面环水的小岛就是这里的桃花岛。它以其纯粹的自然之美，将人们带入远离尘世的世外桃源。世外桃源不仅展现了自然的瑰丽风光，还将原生态的乡村生活完整地呈现给游客。在这里可以看到农夫赤脚穿行在田间，儿童在屋前嬉戏玩闹，村妇河边洗衣，敲击石板的棒槌声透出悠远的韵律。捕鱼的老人坐在竹筏上，嘴里叼着烟斗，随波逐流，仿佛时间在这一刻静止。传统村落的建筑风格别具一格，青瓦泥墙、竹篱菜畦随处可见。三三两两的村舍错落有致，阡陌纵横的田园与山水自然融为一体，描绘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画面。这里的每一个细节都真实而生动，仿佛陶渊明笔下的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再现人间。世外桃源不仅仅是自然景观的代名词，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这里蕴藏着浓厚的儒雅文化和桂北民俗风情，展现了中国人追求内心宁静、修身养性的独特理念。从湖畔传来的蛙声到草屋中的笛鸣，从渔歌唱晚到芦笙采棠，每一处都浸润着浓厚的文化意境。景区内还有侗乡风情和原始部落的展示区，通过传统建筑、民俗活动和节庆表演，游客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当地的文化精髓。在这里，游客不仅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厚重感，还能发现世外桃源所特有的隐逸与淡泊。世外桃源的自然造化与文化内涵交织在一起，仿佛一壶陈年的老酒，令人回味无穷。在这里游玩，不仅是身体的放松，更是心灵的滋养。乘舟游湖，漫步田间，游客可以尽情领略山水田园的静谧与美好。这里的游玩体验不仅停留在自然风光中，还能深入了解当地的文化。游客可以参与传统的田园活动，如采摘农作物、体验手工艺制作等，也可以品尝到地道的乡村美食。这些活动让每一位来到这里的人都能从身到心感受到回归自然的愉悦。桂林世外桃源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再现，也是现代人放松身心、寻求心灵宁静的理想之地。在这里，游客不仅能领略到天旷云尽、岸阔波平的壮丽景色，还能感受到远离尘世的隐逸生活之美。这里是自然与文化的完美融合之地，是每一位热爱山水田园之人不容错过的梦幻之境。无论是短暂的停留，还是深度的体验，世外桃源都能让每一位来访者流连忘返，收获满满的诗意与感动。十漓江，漓江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是珠江流域西江支流桂江上游河段的通称。以其独特的自然风貌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闻名的旅游胜地。漓江全长164公里，自兴安榕江镇灵渠口起，至平乐三江口止，沿途流经桂林、阳朔等地，展现出一幅如诗如画的山水画卷。漓江以其山清水秀、洞奇、石美而闻名于世，被誉为人间仙境。其河床由清澈见底的卵石组成，泥沙含量极低，水质透明，四季流动不息。沿岸两侧是典型的岩溶地貌，山峰奇特，层峦叠嶂，倒影在漓江如镜的水面上。特别是在桂林至阳朔的河段，两岸青山环绕，
河水碧波荡漾，风光旖旎，是游人心目中的天堂。其中，象鼻山是桂林山水的标志性景点，山形如大象伸鼻汲水，巧夺天工。伏波山则以其奇险俊秀而著称，是桂林古八景之一。而漓江阳朔段则以其峰林景观闻名于世，连绵起伏的山脉和蜿蜒曲折的河流，构成了一幅幅天然的水墨画。漓江不仅是自然美景的象征，更是一条承载着厚重历史的河流。漓江的发源地有多种说法，其中较为权威的说法是发源于广西兴安县猫儿山，蜿蜒流过多个县市。在历史上，漓江是中原与岭南地区的重要通道，对文化交流与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灵渠，漓江与湘江相连，连接了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成为古代交通与贸易的重要纽带。历代文人墨客也对漓江风光赞誉有加。唐代诗人韩愈的名句将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生动地描绘了漓江的秀丽景色。宋代文学家范成大也在其《桂海于衡志》中提到漓江，称其为绝胜之水。漓江风光一直以来都是桂林旅游的核心亮点，从桂林至阳朔的83公里河段被誉为漓江风光的精华。乘坐竹筏或游船是感受漓江美景的最佳方式，游客可以顺流而下，一览两岸青山绿水的壮丽景色，沿途还可以欣赏到九马华山、黄步道营等知名景点，感受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的独特魅力。近年来，桂林市政府加大了对漓江的保护和开发力度，通过严格控制沿岸建设和加强生态环境治理，漓江的自然资源得到了有效保护。同时，为提升游客体验，政府在漓江沿岸修建了多个观景台和旅游设施，并组织丰富的文化活动，让漓江成为融合自然与文化的旅游胜地。漓江的保护不仅关系到桂林山水的美誉度，也直接影响到区域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桂林市投入巨资实施一江四岛保护性开发工程，对漓江沿岸进行生态修复和绿化美化。通过严格限制工业排放和旅游过度开发，漓江的水质得到了显著改善，两岸的生态环境也得以恢复。此外，漓江的旅游管理体系也逐步走向国际化。2002年，桂林市交通局通过了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ISO 14001环境管理体系和 OSIS 1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成为中国少数几个通过国际认证的风景名胜区之一。作为中国山水文化的象征，漓江的知名度早已超越国界。1982年，漓江被列为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1991年入选中国旅游胜地40家。如今，漓江不仅是中国人心中的一片净土，也是吸引无数海外游客的文化名片。值得一提的是，漓江还被印制在人民币20元纸币的背面，成为世界人民了解中国自然之美的重要窗口。无论是国内游客还是国际游客，来到漓江都能深刻感受到中国山水文化的魅力。漓江集山水石动之美于一体，是大自然赐予桂林的瑰宝，也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从其秀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历史文化，再到现代化的旅游开发和保护措施，漓江展现了一个风景名胜的多样魅力。无论是追求自然之美，还是探寻文化之根，漓江都值得每一位游客细细品味，感受它那份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的诗意浪漫。桂林的每一处景点都如一幅绝美的画卷，无论是大自然的壮丽奇观，还是人文历史的深厚底蕴，都在述说着它的独特魅力。阳朔西街的悠久历史，漓江的诗意山水，龙脊梯田的壮丽景观，世外桃源的隐逸田园，无不令人流连忘返。
希望这些美景能激发您亲临桂林的兴趣，用双眼去感受它的山水之美，用心去体验它的人文之韵。下一次的旅行，不妨选择桂林，让这片人间仙境为您的旅程增添一份诗意与感动。关注我，我是爱旅游，带你探索地球的每一个角落。